注意看，这位阿瑟守在路边，等老哥经过时，上去就是一梭子。打没打中不知道，但气势绝对拉满。而老哥后方早已架好枪的阿瑟也毫不客气。这老哥究竟犯了什么事儿，居然惹得阿瑟如此暴怒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俄克拉荷马州的多位阿瑟正在追捕一位在路上开船的老哥，起因是阿瑟接到报钩，上门调解矛盾，却被一位名叫本杰明·普朗克的老哥伏击，两位阿瑟中枪，生死未卜。老哥趁机抢走了他们车里的步枪，开船逃离了现场。好家伙，这老哥开局就5星，这哪一条是普通人能做到的？可以看到，路上不断的刷新出新的氛围灯，但碍于老哥手上有家伙，一时间也没人敢上去截停。眼看阿瑟不动手，老哥倒是率先动起了手。他在路边截停了一辆半挂，步枪加半挂，那很有搞头了。但老哥却因为不会开，所以并没有按 F 键上车，遗憾错失一辆王者座驾。眼看老哥对 NPC 有想法，阿瑟不敢多拖，于是便开始找机会使用截停战术。可且不说老哥手上有步枪，单是看着这艘大快艇，阿瑟就泛起了嘀咕。本就拦截停的皮卡，再加上这玩意儿，更是无从下手。而更为主要的是，老哥的车速并不快，想通过贴这艘船来截停老哥极为困难。尽管早已出现了机会，但阿瑟仍在身后观察了许久，一直到确定老哥并没有打算开枪，他才小心翼翼地开始尝试靠近。见老哥没有反应，他一马方向上去就是一个贴，只可惜这一下没能成功，要不然守在两侧的队友就能一拥而上。现在反倒是成了向老哥行注目礼，面子上有些过不去的阿瑟准备再次发起进攻，却是被老哥一招神龙摆尾主动劝退，差点在马路上被船给撞飞了。看来想从后面进攻，短时间很难奏效。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前方队友身上，可没想到支援的队友比阿瑟更惨，只是被老哥路过了一下，车上就多了几个窟窿，尤其是主驾车门上的这一刻，但凡再偏一点，受害的阿瑟就又多一位。主动发起进攻，很明显这是对阿瑟刚才的贴表示不满，但这也导致事态升级，阿瑟做出了新的反应，将所有在前方待命的阿瑟全部撤离，改为跟在后方这种相对安全的方式。然而跟在后面就安全了吗？那可不一定。很快老哥反手2下就打到了阿瑟车上。该说不说，这老哥是真勇，在已经有2位阿瑟生死未卜的情况下，居然还想扩大战果。不过这种边开车边开枪的准头确实差了不少，几枪下来都没能命中阿瑟。而眼看老哥如此嚣张的行为，终于是叫阿瑟坐不住了。守在对面车道的队友通过无线电得知老哥即将靠近，于是先一步去到车尾架枪，看得出来这是彻底暴走了。眼看队友已经先一步领到了行政休假，跟在后方挨了半天打的阿瑟也连忙掏出了自己的家伙。从第一视角看着这架枪的姿势，简直是霸气十足。但老哥的车后方有一艘快艇可以当做掩体，这让阿瑟一时间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射击，但打不能白挨。不管有没有机会，先开2枪再说。而通过老哥摇摆的姿态来看，很明显阿瑟的这2枪对他造成了威胁。就在这时，直升机终于赶到了现场。虽然直升机没有给到广角镜头，但此时老哥身后至少有着不下20辆警车。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总台发来了噩耗。中枪的2位队友有1人已经重开了游戏，这个消息立刻点燃了正在追捕的阿瑟们。本来还在和老哥保持距离，现在一个个争先恐后想要上去截停。看来养精蓄锐，休息的都不错。昨晚定是枕着神器小鹿双面承托护颈枕，晚上睡得那叫一个香，早上起来搬砖都更有动力。大家可别再睡那种软塌塌的枕头了，脖子悬空还容易落枕。小鹿这个才188，但是睡感绝对能打400-500的枕头。小鹿这科学分区的大枕面，还有高低2个枕舌稳稳托住颈椎，不管你是仰躺、侧躺、趴着都不压肩膀，一边还有一个凸点能按摩到穴位，睡着睡着就把疲劳按走了。早上醒来脑袋清醒，一整天都精神。最喜欢它的升级太空记忆棉，躺下就能把脑袋拖到最舒服的高度。晚上睡一觉，一天的压力就这么吸没了。大家上班对着电脑，脖子早就僵了。晚上再睡不好，第2天整个人都是懵的。不如试试小鹿，只要睡过的都说好。刚好3/8节有活动，领券直接抄底，保价还送运费险，2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。记得去选个合适的枕膏，自己睡还是送人都超值。而这辆白色的无标识雪佛兰警车，正是那位重开游戏阿瑟的好友。此时他从其他人手上抢到了第1顺位，不断的朝着老哥逼近，随时准备将他截停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老哥又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。只见他单手持枪伸出窗外，枪口朝下，很明显这是投降的意思。这让刚准备上去贴的阿瑟不得不停下了手上的动作。要是强行贴，让老哥再次应激，那可就得不偿失。看来是没有机会帮队友报仇了。随着老哥的车速越来越慢，恰好前面到了空军基地门口，无路可走的老哥只能靠边停车。但面对身后来势汹汹的阿瑟们，害怕的他做出了最后的反抗，丢下了手上的烧火棍之后，老哥选择了下车跑路。而等待他的是阿瑟毫不犹豫的一个飞扑，上去就是一个贴。
这么精彩的关键时刻，当然要看第一视角。当老哥放下烧火棍选择跑路时，意味着这是阿 Sa 最佳的动手时机。只见阿 Sa 快步向前的同时，右手单手持枪，左手掏出泰瑟，看来是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老哥。就这样，随着阿 Sa 的一个飞扑，这位老哥被成功制服。按照老哥所犯下的事儿来看，没有重开游戏就已经是万幸，所以在没有护甲的情况下，吃2发泰瑟又算什么？听得出来，阿 Sa 是真的很生气，一口气把充电宝的电都用完了。就这样，这位老哥被阿 Sa 成功拿下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本杰明·普朗克，35岁，从他的家里搜出了3把手枪、2把冲锋枪以及数百颗子弹，这家底还挺厚。在这次追捕前，他伏击2位阿 Sa， 枪杀了一位名叫鲍比·斯沃茨的副警长，同时击伤了一位名叫马克·约翰斯的副警长。在高速追捕期间，还多次向其他警员开枪，不过他的车上弹孔也不少。他被指控1级谋杀、蓄意谋杀、持有致命武器袭击、拒捕、在机动车内开枪等多样重罪，不得保释。相信有不少小伙伴已经发现了，这是2022年的事情。按理来说，这位老哥至少要被判20年监禁，但是法官驳回了对他的所有控诉，直到今天仍旧没有判决。原因是这位老哥存在严重妄想、偏执型精神障碍，不具备受审能力，被转入精神科接受治疗，每90天进行一次能力评估，直到现在仍旧没有被判决，审判被无限期搁置。没有想到，这位老哥犯下如此弥天大错，居然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宵禁，拥有如此 buff 加成，称其为8星大佬也毫不为过。果然有证在手，在哪儿都可以横着走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